当地时间3月18号，美联储3月份的议息会议结束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个决定符合市场的预期，是今年以来美联储连续第二次选择按兵不动。但是市场的反应却一点都不平静，美股跌了，短端美债收益率上去了，黄金也回落了。市场这次害怕的不只是没降息，而是他突然意识到美联储现在可能正被一种更麻烦的局面卡住了。市场对未来降息路径的定价进一步后移，而油价上涨、地缘风险上升也成为压制风险资产的重要变量。但是市场这次真正听到的不是按兵不动，而是美联储被困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只是一次普通的按兵不动，市场未必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美联储面前的是两个方向在互相打架。一个方向呢是通胀风险没有完全的消失，鲍威尔在记者会上承认，通胀仍然有些偏高，而且能源价格和地缘局势让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大了。另外一个方向呢是美国的经济也并不强，就业和增长都没有强到足以支撑进一步的收紧。美国2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4%，连续2个月高于2%的政策目标。2月份的失业率小幅上升，非农就业岗位呢减少了9.2万个，显示出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降温的迹象。鲍威尔还说现在既有通胀上行的风险，也有就业下行的风险，所以政策并不是越来越轻松，而是越来越难做。大家要明白这次市场最害怕的不是今天降没降息，而是以后也未必敢轻易降息了。因为一旦油价把通胀重新抬起来，那美联储呢就会更加的被动。它如果降息太快，可能被市场认为是在放任通胀反扑；可是它如果一直不降呢，甚至保持高利率更久，那么经济、企业融资和金融体系的压力又会继续累积。市场真正交易的其实就是这层的东西。那么市场怕的呢，不只是通胀，而是高油价加弱增长这样的组合。为什么油价这次这么关键因为油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变量，它既能推高通胀，又能压制增长。对普通人来说呢，就是能源运输生产成本上去了；对企业来说呢，就是利润空间被挤压了；对央行来说呢，就是你明知道经济需要支持，但是你又不敢轻举妄动。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联合打击，国际油价迅速上涨到每桶100美元以上，通胀的压力再度升温。美国民众也不得不为这场动机不明的军事行动承受代价。最近，油价再次大幅上冲之后，市场进一步推迟了对美联储降息时间的预期，也就是说，市场开始重新接受一个现实：如果能源价格继续维持高位，那么即便美国经济没有特别强，美联储也不一定敢很快的转向宽松。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一次市场担心的已经不是那种简单的通胀高不高、降不降息，而是一个更加麻烦的组合。输入性的价格压力上来了，但是经济本身又没有那么健康。那这个时候呢，资产价格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因为企业未来利润不好算了，货币政策的路径也不好算，估值自然就会先收缩。好，那鲍威尔到底有没有正式释放要加息的信号呢？这一点大家要特别小心。网上很多解读说，鲍威尔已经开始讨论加息了，甚至说美联储要转向了。可是如果我们去看3月18号记者会的原文和官方材料，就会发现鲍威尔没有明确释放说要加息的正式信号。相反呢，官方最新的点阵图中位数仍然显示，2026年联邦基准利率的中位数是3.4%，2027年呢是3.1%，2028年呢是3.1%。这就意味着，从官方的路径来看，仍然现在不是一个重新要进入加息周期的框架，而是一个未来还有下降的空间，但是速度比市场之前想的更慢、更谨慎的这样一个框架。那么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不是美联储已经准备好加息了，而是市场开始给更久维持高利率，甚至是极端情况下再次偏紧重新定价了。这两句话差别很大。前者是说美联储明牌要转向，后者呢是市场自己先行提高了警惕。所以对大家来说这个区别必须要讲清楚。那为什么黄金也在下跌呢？很多人不是直觉上觉得有战争有风险就应该买黄金吗？这也是很多投资者会困惑的地方。理论上来讲地缘局势紧张，通胀担忧升温，黄金通常会受益。但是问题在于，黄金也很怕一件事儿，就是市场重新上修真实的利率和短端收益率的预期。
因为黄金本身是不升息的，当市场觉得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持续更久的时候，那么黄金短线就可能会承压，因为资金就会转向更高利率的地方。那这次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市场的反应，大家也可以看到，美联储的表态让投资者重新评估利率的前景，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落。所以呢，这并不矛盾。黄金不只是看风险情绪，它还要看美元、看实际利率、看降息的预期。那么，当地缘风险和更久高利率的预期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黄金就会出现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短期的拉扯。那美国现在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滞胀的阶段呢？这个问题啊，鲍威尔其实已经回答得很谨慎了。他没有说现在美国是1970年代那种典型的滞胀时期，但是他承认现在通胀和就业目标之间的矛盾在上升，风险在变得更加难以平衡。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说呀，现在还不能轻易的把滞胀这个标签贴在美国的身上。但是从市场的角度上来看，大家已经开始按照类滞胀风险去做准备了。所以，如果你问我呀，市场现在在怕什么？我会说，他现在怕的是未来几个月，美国如果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油价还高涨，通胀还下不来，但是经济和就业又在继续的走弱，那么美联储就会非常的难受。它既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很快的宽松，也没有办法真的重新大幅的紧缩。那它这种政策被卡住的状态，对股票市场来讲是最难受的。好，下面来说一下对投资者切身关注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对于 A 股、港股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简单粗暴的就悲观了。原因很简单啊，第一，美联储并没有正式的说要重新进入加息的周期；第二呢，它的点阵图也没有显示出一个更激进的全面要收紧的路径。第三，市场现在呢更像是在重新适应美元流动性会不会很快的重新宽松，但是也还没有到全面再收紧的环境。所以对于 A 股、港股来说，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美元马上大抽血这种机械化的理解，而是全球风险偏好阶段性的收缩、地缘冲突带来的商品和能源的扰动，以及外部不确定性抬升之后，资金会更偏向防御和确定性。也就是说呀，这不是一句完了 A 股、港股都要不行了，而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资产都要重新适应一个高波动、低确定性的外部环境。这和单纯因为美联储没有降息，所以全球市场都大跌的这种判断不是一回事儿。最后呢，让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次美联储没有降息，市场反应却这么剧烈？答案就是市场这次听到的不是一句简单的美联储按兵不动，而是另外的一种判断。美联储现在想救经济也不敢太快了，想压通胀也没办法更狠了。而一旦油价继续高位，增长继续走弱，这种两头为难的情况会让美联储越来越难办。这才是他这次议息会议真正让市场感到不安的地方，而不是他今天有没有降息，而是他未来的路啊变得更窄了。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